一口口棺材整齐地排列在一起，每个下面都用2条木头凳子支撑着，上面堆满了白色的纸钱。微风轻轻地吹过，纸钱轻飘飘地落在地上，没有一丝声息。白老头低下身子，默默地拾着身边散落的纸钱，然后又将它们放了回原位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腐烂味儿。屋子没有窗户，只有一道门，唯一可以散发这股难闻气味的地方，就是屋顶正中的那个露天的洞。也许说天窗更形象一些，只是这个天窗没有窗户，可以直接看到天空。一个旧的不能再旧的梯子正好立在天窗口处，上面沾满了尘土，像是许久没有人用过的样子。屋子里到处都放满了棺材，只有这个天窗下面是没有放棺材的。4个男人架着一口上好的红木棺材走了进来。放这儿吧。白老头没有一点表情地说道，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。4个男人将棺材放到了白老头所指的凳子上，没有一个人说话。他们动作很是协调，放置中没有发出一点多余的声响。棺材放下，他们就走了，走得很快。白老头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只是干笑了2声。他明白，义庄一个专门放死人的地方，没有活人愿意在这个地方多待的。他拿起那块不知道用了多少年的破布，熟练地擦拭着刚刚运来的棺木，就像是擦一件精美的艺术品。哎呀，又来了一个，又来了一个。来了好，来了好。白老头嘴里断断续续地嘀咕着。吱的一声，义庄大门被重重地关上，发出一阵难听的声音。关门的看起来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，他把门拴上，转身走进了白老头待着的屋子。男子说道：“爹，您今晚又不睡了？”白老头不耐烦地嗯了一声，连头都没有回，继续擦拭着棺木。男子没有再出声，只是望着白老头的背影，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。白老头回过头，皱着眉头看着他：“怎么还不去睡觉？”爹。男子不敢正视白老头的目光，低下头，轻轻地说道：“我也想看看。”白老头的眉毛皱得更厉害了，他的鼻子里发出一声闷响，但随即他的目光又迸发出了一种光芒。也好，你也不小了，也该学些东西了。我呢，也算后继有人了。男子突然变得兴奋，他感觉自己的血液在身体里不断的膨胀，他喜欢这种感觉，喜欢那种看到死人的刺激的感觉。棺材没有费太多的力气就撬开了，对于白老头来说，这已经是轻车熟路了。每一个运来的棺材，他都会这样打开看一下。他知道每个棺材中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陪葬品，尤其是这种用上好的红木棺材做的，棺材中一定有不少。没有人会注意棺材被打开过，也没有人会打开棺材去看陪葬品是否少了。总之，这个死人的便宜他是占定了。没有陪葬品，竟然没有。白老头实在是没有料到，这样一口用上好的红木做的棺材竟然没有放任何的陪葬品。男子的身体在颤抖，白老头刚开始没有注意到什么，但是
他似乎抖得太厉害了，所以白老头不得不厉声说道：“你怕什么？”爹，他的声音颤抖。你看这具尸体。白老头有个习惯，每次打开棺材，从来不刻意去看尸体的样子。虽然他不怕死人，但是他还是不愿意在偷他们钱财的时候看他们。但现在他不得不看了，因为他的儿子抖得实在是太厉害了。那是一个女人，一个很漂亮的女人，一头乌黑的秀发，半盘半放。她看起来20多岁的样子，鹅蛋似的脸，樱桃般的小嘴，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。她的眼睛竟然是睁着的，就像是在看着，不，准确的说是在瞪着白老头。他使劲的瞪着，就像是要把某个人给瞪穿似的。白老头感觉自己身上一软，如果不是儿子及时扶住，就差点瘫坐在地上了。白老头喘了好几口气，让自己尽量的平静下来。只是一个睁着眼睛的死人，有什么好怕的？他已经见过太多的死人了，不应该会害怕的。他又望向了棺材中。这个女子的身材很好，一件布料极好的金黄色大襟上绣着2朵鲜红的梅花，下身一件绿色罗裙也绣满了金色的蝴蝶。只是她的腹部插着一把刀，而她的左手正握在刀柄上。梅花本来是白的，被鲜血染成了红色。棺材已经被合上了，没有任何人看得出来他曾经被打开过，这点白老头相当自信。但是现在他的心情却是坏到了极点了。他的儿子还在发抖，白老头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。瞧你这没出息的，不就是一个死人吗？那名男子捂住左脸，张着嘴，站在那儿傻傻的看着白老头，但是他的身子已经不再抖了。白老头的脸色看起来很沉重，义庄从来没有放过这样的尸体，而且还是一个女子。他在想，这名女子可能是死于非命的，可是他自己却握着刀柄，又像是自杀的。好好的怎么会自杀呢？看来放入棺材的时候很仓促，竟然连刀都没有拔下来，连陪葬品也都没有放。哼，晦气！白老头不禁暗自嘟囔了一句，转身冲着那名男子道：“钟生，回去睡觉，今晚的事情跟谁也不能提，包括你姐。”钟生拼命的点着头，转身一路小跑的跑进了侧院。白老头回头又看了一眼棺材，随手将门关上。折腾了半天，他也困了，也要回去睡觉了。清晨，白老头来到院子里，一个女人正在扫地。秋儿，饭做好了吗？白老头问道。秋儿抬起头，冲着白老头点了点头，又指了指西边的屋子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继续打扫吧。白老头披上衣服，走向西边的屋子，随眼望了一眼放棺材的屋子，他的脚停了下来。屋子开着半扇门。秋儿，我说过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能随便进入那间屋子的。白老头的声音很大，钟生本来是小跑过来的，被他的声音一下愣在了原地。秋儿拼命地摇着头，手在不停地比划着。
嘴中发出一阵含糊不清的声音。白老头皱了皱眉，对于这个哑巴女儿，他经常不知道她在说什么。虽然是他从小养大的，但是他从他着急的表情中看得出，他并没有进去过。他转身望向钟声：“是你吗？”“不是我。昨天晚上我看见他，就已经吓得不得了了，怎么可能会自己进去？”钟声说话也是有些语无伦次。白老头瞪了他一眼，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。钟声赶紧闭上了嘴巴。白老头自己走进了放棺材的屋子。一切正常。一缕阳光从天窗照下来，正好照在地上，让这间阴森森的屋子在白天看起来多多少少也有些暖意。也许门是被风吹开的，白老头不禁识小自己，看了几十年的尸体，今天竟然会有些害怕。他松了一口气，转身走出门了。在走出门的一刹，他似乎听到了什么声音。什么声音？白老头在半空的脚落了下来，他仔细听着，滴答滴答，声音很有规律，像是水声。白老头干咳两声，转身走出了屋子。屋子是用来专门摆放棺材的，到处都是干的，不可能有水，除非下雨，就会从天窗里滴进水来。但现在是冬天。白老头一边走一边看着周围的棺材，嘴中不断的念叨着：“各位来到此就安心的休息吧。”他停了停，声音还在响，他竟一时半会儿也分辨不出声音来自哪里。他在这里干了那么久，都没有发生过奇怪的事情。他想到了昨天晚上送来的那口棺材，难道声音来自……白老头不敢想下去了，他壮着胆子走向那口棺材跟前，上好的红木看起来应该很值钱的样子，其他没有什么异样。白老头笑了一下，也许自己太过神经紧张了，听差了。但是紧接着他又听到了那个声音，而且声音很大，确实是从这口上好的红木棺材中发出来的。白老头心头一紧，他慢慢的靠近，声音像是来自棺材下面的。他低头看了看，一滴一滴一滴，地上已经滴了不少鲜红的，就像是血。不，它本来就是血，那口上好的红木棺材正从里面往外滴血。啊！白老头尖叫一声，转身狂奔出去。爹！钟声抱着瘫倒在地的白老头拼命地摇晃着，秋儿在一旁不知所措。血，好多血！这是白老头在昏倒前不停说着的一句。死人是不会流血的，只有活人才会流血。难道他没死？他的确死了。在白老头缓过神以后，他和儿子亲自去了那间屋子，再次打开棺材看了。他还是那个神态，那个样子，没有气息，的确是死了的。至于为什么会流血，白老头想，也许他是刚死的，血在棺材的底板上半夜渗出去了。虽然白老头也觉得自己的解释不太合理，但是只有这么想，还能安慰一下自己。入冬的夜是极其寒冷的，白老头早早地钻进被窝，受了这么多的惊吓，白老头只想快点入睡。睡梦中，滴答滴答，
白老头似乎又听见了那个熟悉的声音，似乎离他很近，就像在他的身边一样。血，鲜红的血一滴一滴从那口上好的棺材中不断的流出来。白老头从梦中惊醒，不停的喘着粗气，他的身上已经被冷汗浸透了。原来是一场梦，他伸手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。这几天他一直睡不好觉，每天晚上都做同样的梦。也许是老了，竟然怕起了死人。白老头苦笑着摇了摇头，拉了拉被子，打算躺下接着睡。但是一个很悦耳的声音很好听，准确的说，他活了大半辈子都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声音。一个女人在唱歌。这一庄里只有3个人，他、儿子、女儿，唯一的女人是个哑巴，怎么会有女人在唱歌呢？白老头正在奇怪，听到隔壁的房门响了，是钟声出来了，他也听到了。白老头拿起衣服迅速穿上，快步走出了房间。钟声正慢慢的向院子边走去，一边走一边又犹豫。白老头上前拍了他一下，钟声吓得大叫一声，把白老头也吓得半死。你见到鬼了？这么大声，吓死我了！白老头拍着自己的胸口说道：“哎呀，不知道啊。”钟声莫名其妙的说了一句，他的眼睛还在往前院张望。你在说什么？白老头被他弄得一头雾水。我不知道，我看到一个女人。钟声挠了挠头，这样说着。白老头说：“女人，是不是你姐呀？”钟声摇了摇头：“哎呀，不知道啊，我没看清楚，但她好像穿着一件黄色上衣和一件绿色的罗裙，她好像还在唱歌。”唱歌？白老头感觉自己的血液一下冲到了脑顶，他也听到了，的的确确是有人在唱歌，可是衣服怎么跟……他又想起那口上好的红木棺材。钟声的脸色也有些惨白，老头知道钟声一定是也想到了。他们互相望了一眼，紧接着二人一同走向那间放着棺材的屋子。晚上进这间屋子，总让人觉得阴气很重，但对于白老头来说，这种阴气已经相伴他几十年了，所以早就习惯了。但是今天晚上，他却感觉阴气有些太重了，重得让他喘不过气来。钟声从门前取了个灯笼进来，屋子顿时豁亮起来。地是干的，没有血再从棺材里流出来，没有滴答声，也没有歌声，更没有女人的影子。没事，也许我们这2天都太累了，听错了。白老头随手在那口上好的棺材上拍了一下，啪当，棺材盖竟然滑落到地上。白老头和钟声都吓了一跳，这棺材盖明明是盖紧的呀，怎么会一碰就滑落了呢？白老头壮着胆子将头探向棺材内，什么也没有，没有财物，没有金银珠宝，但现在竟然连尸体也没有。闹鬼！白老头看了几十年的死人，虽然平时经常听人说有关闹鬼的事儿，但是今天却是头一次遇到。2人几乎同时奔出了屋子。秋儿左手正提着一个灯笼，站在院子里看着他们俩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白老头显然被秋儿吓了一跳。秋儿用手比划着耳朵，钟声最了解姐姐，所以立刻就猜出来。你也听到歌声了？秋儿点了点头。
钟声的脸色看上去惨白，白老头的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只有秋儿不解地看着两人。秋儿猜想那间放棺材的屋子一定出了什么事儿了，他想进去看看，但是爹从来不让他进那间屋子，说女人阴气重，不能进去那儿，会被鬼缠上的。今天晚上把自己屋子里的所有灯笼都点亮，白老头命令地说道。鬼是怕光的，所以有光亮的地方鬼就一定不会去的。他现在只能用这种笨办法了。一大早，白老头和钟生就走进了那间放棺材的屋子。那口上好的棺木正完好无整地摆放在那儿，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白老头上前拍了拍棺盖，很坚实，撬开棺盖，那具尸体正好好的躺在那里，一样的姿势，一样的神态，什么变化也没有，就像跟刚搬来的一样。真的有鬼！白老头和钟生只觉得头皮发麻。第7天，一大早院子的门就被人推开了，一个留着山羊胡的老头走了进来，一双精明的小眼睛滴溜溜的乱转，头仰得老高，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。您好，您来这是？义庄是放死人的地方，可突然来了这么一个人，钟生一时半会儿倒判断不出他的目的。你们这儿谁管事儿呢？把他叫出来！来人阴阳怪气的说道，连看都没有看钟生。打此人一进门，白老头就一直盯着他，他知道赚钱的机会来了。义庄本来只是死人没有入葬前放置的地方，但是白老头向来精打细算，专门在义庄设了一个灵堂，供一些人吊丧用的，他也可以从中赚到一些钱财。我是管这里的。白老头满脸堆笑的走上前，他的身子弯得很低，让来人明显感觉到对自己的尊重。不错，看你就是个明白人儿。这来人显然对白老头的举动很是满意，接着说：“我们夫人来了，来看看她妹妹。”夫人来了，那我赶紧让他们去准备。白老头冲着秋儿和钟生：“快去收拾收拾，沏茶倒水。”说完此话，自己又走到台阶前，亲自用袖子擦了擦台阶，再次堆笑说道：“外面怪冷的，赶紧让夫人进来吧。”这管家再次满意的笑了笑，转身走出了院子。王梅保养得很好，看上去也就25、26的样子，皮肤白嫩，五官标致，一副标准的好媳妇模样。一身红色大袄，白色翻皮领子的大衣将身子包裹得严严实实，但是依然掩盖不了姣好的身材。他站在院门口，他的身后还跟着4个壮汉。正当他要跨进院子的时候，一股难闻的味道扑面而来，他伸手捂住了鼻子。虽然他早已做好了准备，但还是受不了这种死人的味道。夫人，这里这么难闻，我看您还是不要住这儿了。站在他身边的一个看起来17、18岁的姑娘，是他的丫鬟，名叫小翠。闭嘴！我是来看妹妹的，怎么能就这么走了？小翠吐了吐舌头，赶紧闭上了嘴巴。白老头听得仔细，看得明白，他知道这一定是大买卖，心中不禁就乐开花了。但他仍然不动声色地走上前：“夫人，您的妹妹是哪位呀？”一提到妹妹，玉梅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悲痛之色，留着山羊胡的老头立刻上前递了一块绣得精美的手绢，不失时机地讨好一番。夫人，既然小姐已经先去，您呢就不要再伤心了，小姐走的也甚是安心呢。
小翠在旁边撇了撇嘴，似乎对于他的讨好极其不满意。玉梅擦了擦眼泪，叹了口气道：唉，殷管家说的对，妹妹走了，也要让她走得安慎。说到这里，他看了看白老头：你叫什么名字？哎呀，您呐，就叫我白老头就行。那是我的儿子钟生，我的女儿秋儿，她是个哑巴。白老头一边说着，一边指着旁边忙活的二人。哑巴？玉梅没想到这么一个眉清目秀的姑娘，竟然是个哑巴，不禁感到可惜，抬头多打量了她几眼。一身素衣，腰间系着一条黑色的麻布腰带，一头系着，一头垂下来。垂下来的一头有一排穗子，稍加点缀。头发乌黑发亮，少许盘在头顶，多许就任其自由地披在后肩。脸色看起来有些苍白，但是明眸皓齿，五官算不上精致，倒也算清秀。个头不高，但是身材修长，看上去有些飘逸的感觉。他正在倒水，动作轻盈优美，但绝不刻意。玉梅打心眼里就喜欢这姑娘，就像见到亲人似的。站在她旁边的就是钟生了，一脸憨厚耿直的样子，身上一件麻布白色粗衣，下身一件黑色的灯笼裤，五官少了些俊朗，但多了些诚实。玉梅既不喜欢也不讨厌，还算能够接触。至于这白老头那一脸讨好的奴才相，他的府中是没有少见，所以一见就觉得厌恶的感觉，再加上他其貌不扬的外表，五官堆在一起，就像一个包子。除了眼睛看起来透着点精明，身上呢就不用提了，后背有些驼，腿短的可怜，一身也是白色上衣黑色灯笼裤的着装，在他身上让人感觉格外的不舒服。倒是他那双手白白细细的，不像是个男人的手，保养的那么好，倒像是女人的手。您要不先进来看看？白老头见他一直没挪窝，就知道他有些嫌弃，但是总站着也不是事儿，因此呢，只好先开口。玉梅终于迈进了院子，尽管这股难闻的味道让他感到阵阵恶心，但是他必须进来。他来这的目的就是来看看妹妹的。义庄比他想象中的要大，一进门就有3间大瓦房，正中的那座最大也最高，高的他看不到屋顶的样子。听白老头介绍，那就是放棺材的地方，没有一扇窗户，只有一个破的不能再破的木门，没有颜色，看起来有些脏。墙已经破旧不堪，很多地方都露出了里头的土坯。正门前挂着13个白色灯笼，据白老头说，那是给鬼准备的引路灯，一到晚上就要点亮。左边和右边的房子差不多，比正房略矮一些，左边是吃饭的地方，右边呢则是给客人上香守灵的地方。还有侧院，西边是白老头的儿子和女儿居住的地方，东侧呢则是留给来守灵的人来住的地方。玉梅不禁心中在笑，这白老头真是个精明的商人，一个小小的义庄竟然被弄出这么多东西，可见他没少赚黑心钱呢，又是一个贪财的小人。玉梅不禁在心中骂了一句：您的妹妹是哪位呀？白老头生怕自己的话冲撞了对方，尽量说得很圆滑：就是我家小姐，前天不是送来一口上好的红木棺材吗？那就是我们家小姐的棺材。小翠不耐烦地说道。白老头脸色一沉：那口怎么了？玉梅看到白老头的样子，感到有些问题，随即就问道：没事。白老头赶紧说，他暂时还不想把闹鬼的事给说出来，转身冲着钟生道：钟生啊，
快去收拾收拾那口棺材，一会儿好抬出来。哎，钟声应了一声，转身就进去了，但紧接着又跑了出来。他大惊失色道：“那口棺材不见了！”一庄只有3个人，白老头、儿子、女儿，没有一个能单独扛动棺材的。但是现在呢，棺材却不见了。所有人都集中在那口放棺材的屋子里，除了秋儿，白老头不许他进来。已经没有人去在乎那股难闻的味道，大家都在关心的是棺材去哪儿了。在玉梅的逼问下，白老头不得不将棺材流血以及闹鬼的事情给说了出来。但是呢，他没有提及他打开棺材的事情。所有人面色都很难看，最难看的要数玉梅了。此时他的身子已经开始微微颤抖，大气都不敢喘了。这是什么？最先出生的是小翠，她虽然害怕，但头一次到这种地方，好奇心却是占了大半的。白老头抬起头，望着他指的方向，那是一个旧的不能再旧的梯子，直直的立在那儿，上面就是那个没有窗户的天窗。那是给死人升天准备的，那个梯子是给死人爬的。白老头的声音很低，但是屋子里的人刚好都能够听清楚。给死人爬的梯子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那个天窗，窗户不大，四四方方，刚好可以看到一片阳光从上面照射下来。小翠不经意地念叨着：“小姐可以爬上去，可是棺材那么大，怎么可能通过那个口呢？”所有人都在瞪着他，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听到这种话。小翠识趣的就闭上了嘴巴了。玉梅的心情很是复杂，她突然感到事情很是蹊跷。她的妹妹确实是死了，可是现在不见了。白老头和他的儿子女儿似乎也受惊不小，看样子不像是在说谎。那么棺材到底去哪儿了呢？入夜，玉梅住在了东厢房。您说，那鬼真会从那梯子爬出去升天吗？小翠还不忘白天的问题。玉梅无奈地摇了摇头：“那只是一种形式，这世间哪有鬼？没有鬼，那小姐哪儿去了？还有白老头说闹鬼，还有……小翠，你去给我拿些热水来。”玉梅打断了小翠的话。哦。小翠不甘心地退出了房间。外面很黑，小翠一个人提着灯笼朝着西厢房走去。去西厢房要经过前院，小翠走到那时停了一下脚步，13盏灯笼已经亮了，那是给鬼引路用的。想到此，小翠就打了一个哆嗦，赶紧紧了紧衣服，准备离开。门开了，小翠一愣，门怎么自己开了呢？她提高灯笼对着放棺材的屋子照了照，里面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小翠拍了拍胸口：“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”转身欲离开，门发出更大的声响，把小翠吓了一跳，手中的灯笼差点掉了。小翠有些生气了：“喂，谁在那儿？”没有声音。小翠感到有些奇怪，壮着胆子走向那间屋子。她的胆子并不大，但她的好奇心却是出奇的大。屋里的一切静悄悄的，没有发生什么，只是感到阴气极其的重。这是小翠一进门的感觉。她打算离开，但是她又看到那个梯子，那个天窗，又想起了白老头的话。在握住梯子的时候，她感觉自己的手上沾满了尘土，同时梯子也发出了滋滋的声音。她登上了第一个台阶。天窗很高，小翠感到自己费了很久的时间才爬到天窗口。她认为自己这回可以算是清清楚楚的看到外面了，但却什么也看不清楚。她又往上爬，
将头完全的探出了窗口。小翠的脸上露出了意外的神情，轻轻的说道：“小姐，原来您在这儿啊！”玉梅睁开了眼睛，天已经大亮了。她伸了伸懒腰，才发现自己原来是斜靠着床柱睡着的，身上的衣服都没有脱。她记得让小翠去打热水的，可是现在天都亮了，小翠还没有回来。玉梅揉了揉眼睛，站起身来，推开了屋门。殷管家正站在房门外不远的地方，看样子站了有一会儿了，身上都冻得有些哆嗦，但是他还是站在那儿，一定有什么事情。玉梅心中想到：“夫人，您起来了。”殷管家走上前，轻声问道。玉梅有些责怪地说：“啊，是啊，这小翠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”小翠儿不在。殷管家也是一愣。玉梅点了点头问：“您这一大早就站在这儿，是不是有事儿啊？”夫人。殷管家的脸色看起来很差，他犹豫了一下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小姐回来了。”玉梅猛地看向他：“你说什么？”“我说小姐的棺木找到了。”殷管家解释着说。玉梅有些欣慰地问道：“啊，在哪儿找到的？”殷管家的声音很低：“在放棺材那间屋子里。”“哦，昨天不是没有吗？今天怎么又在那儿？”玉梅本想接着问下去的，但是突然感到事情有些复杂。“咦，白老头呢？”殷管家道：“他在那间屋子里候着。”玉梅直奔前院而去。白老头和他的儿子女儿都在那儿，神情严肃。看见玉梅走过来，白老头第一个走上前行礼：“夫人。”“怎么回事？”玉梅单刀直入地问。今天一大早我来这清扫，却发现……”白老头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恐惧之色。“棺材又回来了，而且还放在原位。”玉梅在白老头话音刚落的时候，就冲进了那间屋子。上好的红木棺材正稳稳地放在2个木头凳子上，就好像从来没有消失过一样。“妹妹。”玉梅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发虚，她的嘴唇在微微的颤抖，她能感受到自己眼前有些发花。殷管家及时扶住了玉梅：“您没事儿吧？”玉梅摇了摇头：“啊，没事儿。”她强撑着走到那口棺材跟前，她的眼中溢满了泪水。“妹妹，你终于回来了。”她看起来哭得很是伤心。“你们出去吧，夫人想一个人待会儿。”殷管家对着白老头急中声说着。白老头应声退出了屋子，随手关上了门。玉梅恢复了正常，不再哭了。“殷管家，东西带了吗？”“夫人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”殷管家一边说着，一边从裤腿中取出一个带钩的铁器。玉梅后退一步，一脸冷漠地说：“开始吧。”殷管家走到棺材前：“小心些，别弄坏了，别让他们看出来。”玉梅的声音变得很厉害。“是。”殷管家有些犹豫，拿起了钩子，但是却迟迟都没有下手。“你害怕呀？哼，你真相信这个世上有鬼呀？我看是有人故意装神弄鬼，想骗些钱财。”“您是指……”殷管家想起了白老头，他明白了玉梅的意思，他已经不再犹豫了，提起钩子，小心地撬了棺材。棺材终于打开了，殷管家擦了擦额头的汗，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向后退了几步。玉梅缓步走到棺材跟前，她的脸上出现了得意的笑容。“最终还是到我手里了，哼，妹妹呀妹妹，
你真是好可怜呐！他穿着一件黄色上衣，绿色的罗裙，黄色的上衣上面绣着红色的梅花，梅花本来是白色的，却被血染成了红色的。腹部还插着刀，他的左手握在刀柄上，他的眼睛睁着的，准确的说是瞪着的，只是眼睛小了很多。玉梅啊的大叫起来，连连后退，一下子撞在门上，门开了，玉梅摔倒在地上。哎呀，夫人！殷管家快步上前扶住玉梅，关切的问道：“是他，是他！”玉梅两眼发呆，愣愣的看着那口棺材，浑身颤抖的叫着。同样的衣服，同样的刀，同样的姿势，但是玉梅实在是没想到，自己看到的竟然是小翠。妹妹失踪了，小翠却死在妹妹的棺材里，整个义庄笼罩在一片沉重的气氛中。秋儿正用热水擦拭着玉梅的额头，玉梅的双眼紧紧的闭着，脸色看上去铁青。打从早看到现在，玉梅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。殷管家阴沉着脸站在一旁盯着白老头，他心中正在想着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难道真的是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头从中作怪？但是此刻白老头脸色惨白，看起来也是吓得不轻。如果他是装出来的，也装得太像了吧。钟声推门走了进来：“爹，我在院子里都查过了，没找到。”他的脸色更不好。都仔细看过了？白老头还是不放心的问：“包括那间屋子？”看了。看得出来，钟声在检查的时候心里是有多害怕。白老头的脸色更加难看了，他看向殷管家：“能否请您到外面说句话？”殷管家点了点头，走了出去。殷管家，我能冒昧的问一句，小姐是怎么死的吗？在这种情况下，白老头不得不问出心中的疑惑。殷管家有些不悦的看了他一眼：“你问这干嘛呀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”“您别误会，这本来我是从来不问这些事情的，但是这次的事情有些蹊跷，我……”白老头相信自己不用说下去，殷管家也明白他的意思。该你知道的会让你知道，不该你知道的最好别问。哼！殷管家瞪了他一眼，转身走进了屋子。白老头自知讨了没趣，不再跟进屋子，但是他心中疑团却是越来越大。玉梅终于发出一声轻叹，此时已经入夜了，一旁的秋儿欣喜地发出呀呀的声音。殷总管子几步跑上前，弓着身子，装出一脸关切的神情，讨好的说道：“夫人，您可算醒了，快把我急死了。”哎呀！玉梅发出一声，但是紧接着眉头紧锁，露出一脸痛苦的神情，看起来的确是受了不小的惊吓。夫人，您别多想了，好好休息吧。殷管家一边说着，一边朝旁边那个秋儿使了个眼色。秋儿立刻明白他的意思，跟着殷管家一起退出了屋子。白老头还站在外面，看见殷管家出来，赶紧退后几步，低着头，连大气也不敢喘。殷管家斜着眼看了他和钟声一眼：“都回去吧，夫人要休息了。”玉梅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觉。她一闭上眼睛，就会想到小翠的样子，她的表情跟妹妹是一模一样。她感到胸口隐隐作痛，好像是有口气闷在胸口，怎么也出不来。她坐起身子，想让自己尽可能的保持平静，但是屋子里浑浊的气味让她的头感到阵阵晕眩。她不得不走出屋子，去透口气。院子里很静，微风吹拂树叶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在夜里听起来就像是阴间某个怨鬼发出的怒吼。玉梅浑身一激灵，不自觉地后退了几步。要是在平常的夜里，她根本不会有害怕的感觉，但是现在这种情形，
他有些后悔让小翠独自去打水了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他现在还有人陪。玉梅轻轻地叹了口气。正在他准备转身回屋的时候，他看到了一个亮光在余光中一闪而过。他的心一紧，是谁？难道真的是鬼？他的心已经提到嗓子眼了，大气也不敢喘地站在原地。他想叫，却又叫不出声来。突然之间竟然有些不知所措。正在他发愣的时候，亮光又闪了一下。玉梅只感觉自己的双腿一软，咚的一声就坐在了地上了。鬼！他的声音听起来已经有些变调，显然是吓得不轻。但是没有人出来，他的声音太小了，小的连他自己都有些听不清楚。那亮光没有再动，而是停在了那里。玉梅可以说是爬着摸到门的，她的手一直在颤，以至于半天都推不开门。他强撑着让自己站起身来，用力地推开门，钻了进去。他的心还在扑通扑通地跳着，他的背部紧靠着屋门，嘴中还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他的身子还在微微颤抖。那真的是鬼吗？这是他心中一直在想的问题。如果真的是鬼，又是谁呢？是妹妹，还是小翠？刚才因为害怕，竟然什么都没有看清楚。他让自己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，转身轻轻地推着门，门开了，露出一条缝。他透过门缝小心翼翼地向外张望。亮光还在，在亮光的照射下，他看到了一个所谓的鬼。虽然距离有些远，但是还可以看清楚大概的样子。一身素衣，腰间系着一条黑色的麻布腰带，一头系着，一头垂下来，是秋儿。玉梅原以为自己会爬上屋顶，但却还是来到了一间屋子。玉梅感到有些意外，她没想到这间放棺材的屋子上面还有一间阁楼式的小屋，而在院子里根本看不到这间屋子，可见建造这所屋子的人是有多么构思巧妙。阁楼不大，三面都挂着白纱似的东西，一面放着，如果没看错的话，应该是3个雕像，只是已落满了厚厚的尘土，根本看不清雕像是什么样子。咦，刚才明明听见有声音的。玉梅小声地嘀咕了一句。秋儿提起灯笼，左右看了看，一个人影都没有，更别说鬼影了。虽然什么都没有，但是玉梅和秋儿的脸色看起来都不大好，他们心里都藏着某种恐惧。哎，我们走吧。玉梅不想多待下去了，这屋子中腐烂潮湿的味道让她感到胃中阵阵作呕，她只想赶紧离开这里。秋儿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她的话，正提着灯笼仔细看着那3个雕像。玉梅无奈也只好跟着他。3个雕像都有1人那么高，每个雕像上都有厚厚的尘土，还有一些看起来像泥块似的东西。秋儿随手从身上取了一条丝巾，在中间一个雕像上担着。玉梅感到有些呛，退后几步，伸手捂住了鼻子。秋儿回头冲玉梅笑了笑，她明白玉梅出身高贵，从来没有来到这么脏的地方过，会有些不习惯的。雕像的模样已经有些显露了，是个女的，她的身子微微向左侧转，头却向右侧，腿是半跪半站，双手伸在胸前向外翻，像是在挡着什么。一双杏眼斜着看向右方，眼中充满了恐惧。玉梅不禁惊叹这雕像做工的细致，整体看上去就像是真的人站在你面前。呀，做得太像真的了。玉梅不禁感慨道，同时望向秋儿。秋儿脸色有些难看，双眉紧锁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嘴半张着，身子还有些颤抖。玉梅不解地问道：
怎么了？秋儿呆呆地站在那儿，用手指着前方雕像下方，发出阵阵的嗯嗯声。他的脸色更加苍白，玉梅实在不明白秋儿的意思，只得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向下看去。一双脚，没有穿鞋的脚，甚至连肉都没有，只剩下一对脚骨。玉梅吸了一口气，不禁大叫一声，脚底一下没站稳，摔倒在地上。死人，竟然是死人！现在玉梅知道雕像为什么看上去那么像真的，因为它就是在死人身上雕的，只是那双脚没有雕上，不知道是忘了雕，还是刻意不雕的。秋儿也有些站立不稳，连续向后退了几步，不小心踩到了后面的白纱上，一下子就摔倒了。白纱盖在了秋儿的身上，他已经拼命地拉扯着白纱，没有任何的声音，只有他拉扯白纱的声音，呀呀声从秋儿嘴中不断地发出来。他相信玉梅一定会帮他的，但是他错了，玉梅没有帮他，白纱是他自己扯下来的。他当扯下来的时候，他看到玉梅正坐在他不远处，双目呆呆地看着他，不，准确地说看着他的后面。秋儿感觉一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，他慢慢地转头向身后看，一个女人正端坐在一把雕花的藤椅上，椅子看上去已经旧得分辨不出年月，但女人的衣服却是新的，红色的上衣，红色的罗裙，金色的牡丹上下身各绣了一朵，头上盖了一朵红色的盖头，盖头下面缀着红红的穗子。秋儿吓了一跳，身子向玉梅的身旁挪，嘴中发出呀呀的声音。他是活人还是死人？玉梅呆呆地冒出这样一句话，秋儿都不知道是他自己在问自己，还是在问他了。玉梅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竟然站了起来，慢慢走向那个女人。秋儿拽住了她，脸色铁青的不停地摇着头。我很想知道他是谁。玉梅没有看秋儿，只是机械地从嘴中蹦出一句话，她继续向前走着。那个女人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，玉梅缓缓地伸出手，红盖头被玉梅猛地就掀了开来。妹妹的笑容总是那么灿烂，她人本身长得就漂亮，一笑嘴角就会露出2个酒窝，那是玉梅最喜欢看的。自从妹妹死了以后，她就再也见不到了，但是现在她又见到那2个酒窝，还有那熟悉的面孔。妹妹！玉梅目瞪口呆地看着面前的女子，叫道。秋儿缓缓地站起了身，她的脸色苍白，目光中透着冷漠，嘴角上扬，露出一丝冷笑。她的左手握着一把刀，正慢慢地靠向玉梅。哎，秋儿，秋儿，你看！玉梅一边唤着秋儿，一边转过了头，一把刀已经向她的腹部刺去。玉梅大惊着，赶紧侧身躲了过去。秋儿，你干什么？秋儿冷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哼，该轮到你了。”他又举起了手中的刀。你在说什么呀？什么轮到我？你疯了！玉梅不知所措的后退着。该轮到你了。秋儿还在重复着他的话，他的面部有些扭曲，他一步一步的向着玉梅靠近。玉梅浑身剧烈的颤抖着，她不知道秋儿为什么突然会变成这样，而且她的样子看起来那么恐怖，就像换了另外一个人，而且秋儿竟然会说话了。玉梅忽然意识到一点，一个哑巴突然间说话，而且说得很清楚，玉梅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眼看着秋儿就要靠近她，玉梅突然像发了疯一样冲上前去，用尽全力将秋儿向后推，砰的一声，将秋儿推向了那个端坐着的红衣女子身上，转身从天窗跳了下去。红衣女子依然端坐在那儿一动不动。秋儿的撞击没有给她带来任何的伤害，她就像是一座石像，稳稳地坐在那里，只是她的眼睛变得更深了，深得让人感到有些害怕。
他的酒窝也不在了，他的脸变得极其冷漠，就好像从来没有笑过。玉梅顾不得身子疼痛，连滚带爬地跑出屋子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这是玉梅跑出屋子发出的第一声叫喊，她的身子已经软得走不动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出了什么事儿了？白老头一边穿着衣服一边跑出来，可见他是有多么匆忙。紧接着殷管家也跑了出来。哎呀，夫人呐，夫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殷管家和白老头同时将玉梅扶了起来，他们二人诧异地看着玉梅。秋儿，他疯了，他要杀我！玉梅声嘶力竭地叫道，她几乎是吓得快要哭出来了。秋儿，白老头一愣，接着又说：“夫人，您是不是弄错了？秋儿怎么会杀您呢？”白老头在想，是不是夫人惊吓过度而胡言乱语了？是他，他还说该轮到我了。玉梅已经快要哭出来了，她实在是受不了刚才的惊吓。说话怎么可能？秋儿是个哑巴呀！白老头更听不懂了。没错，是秋儿，他不但会说话，还拿着一把刀要杀我。玉梅本来还想接着说下去，但是突然停止了。她看见了秋儿，她正提着灯笼从西边走了过来，钟声跟在她的身后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玉梅看向秋儿，又望了望那间屋子的顶部。秋儿一愣，不解地望着玉梅。秋儿，你刚才在哪儿？殷管家阴沉着脸问道。秋儿比划了一个睡觉的姿势。你胡说！你刚才是跟我在一起，你会说话，你还要杀我！玉梅大叫着指向秋儿，她的眼中充满了愤怒。秋儿一惊，赶紧摇了摇头，手也不停地挥舞着，一脸无辜地看着玉梅。殷管家厉声说道：“你最好不要说谎。”秋儿吓得后退一步，缩到了钟声的后面，她的眼中已经含着泪水了。我姐从来不会说谎的，我刚才是跟姐姐一块过来的，我是看着她从房间里出来的，怎么可能去杀夫人呢？钟声最看不得姐姐受欺侮，挺着胸为姐姐辩护道。白老头觉得事情有些不对，就说：“夫人，殷管家，小女自幼柔弱，平时连个蚂蚁都不愿意踩，怎么可能去拿刀杀夫人呢？不知道刚才夫人是在哪里受惊吓的？”玉梅指了指那上面。那里，就是在那个天窗上面的屋子。白老头的脸霎时变得惨白。夫人，那是死人升天的窗户，那梯子也是给死人爬的。您怎么一个人跑上去了？玉梅指着秋儿，激动地说：“我根本不想进这间屋子，是他非要我跟着他进去看的。”秋儿一阵猛摇头，眼泪已经从眼眶中流了出来。玉梅气愤地说：“不是你，是谁呀？难道是鬼吗？”众人都感到一股凉气从脚底升上来，互相的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没有出声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这世上哪有鬼啊？你们真相信我刚才见到的秋儿是鬼吗？玉梅更加气愤了，她根本不相信这世上有鬼。众人还是都没有说话，大家的脸都是一样的铁青。玉梅突然感到自己的身上也在冒着凉气。鬼？难道刚才的秋儿不是人？她整晚都跟鬼在一起吗？白老头声音压得很低：“钟声，跟爹进去看看。”钟声不情愿地叫道：“爹，别废话！”白老头怒声说道，同时从秋儿手中将灯笼接了过来。白老头轻轻推开了屋门，缓慢地走了进去。钟声紧贴在他的背后四处张望，生怕从哪儿蹦出一个鬼来。咦？白老头出声了，钟声吓了一跳，不禁跳了一下。白老头回头瞪了他一眼：“男人不像男人。”
钟声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，不敢出声。白老头道：“这个棺材盖儿又盖上了。”钟声猛地抬头，又盖上了，这里面会有什么呀？说到最后，他的声音已经有些颤抖了。看得出白老头也是在害怕，但是他毕竟跟死人相处了几十年了，多多少少还能保持点镇定，所以他第一个伸出了手。盖子跟上次一样，很轻易的就挪开了。一件红色上衣，一件红色的罗裙，上下各绣着一朵金色的牡丹，一个红色的盖头，平铺在棺材中，没有人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，只有这套衣服。白老头的声音已经变了调了，数片纸钱飘落在地上，是红色的。夫人，您真的要再进去吗？难道您刚才还没有被吓到吗？殷管家手中提着灯笼，站在玉梅后边，声音低沉的说道。玉梅冷哼了一声：“哼，我刚才的确是吓得不轻。”殷管家实在是想不通，那夫人您为什么？玉梅转过身看着殷管家，她的嘴角上扬，发出了一声冷笑：“哼，就是因为刚才我被吓到了，才没有注意到那些事情。但是现在……”玉梅的头又转了回去，双眼狠狠瞪着面前的屋子，慢慢的说道：“我要弄清楚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。”殷管家试探的问：“夫人，您还是不相信秋儿？”“我从来不轻易相信任何人，况且，我还要再去看一些东西。”玉梅笑得很是诡秘，她说：“而且，现在看是最好的时机，没有人会相信，一个女人在受到惊吓以后，还能马上再回去那间屋子，所以，现在应该是最安全的。”殷管家的身子有些发抖，他实在是不想在深夜去一个刚闹过鬼的屋子，但是玉梅是他的主子，他从来没有违抗过主子的命令，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跟过来。玉梅接着问：“他们都睡了吗？”玉梅点了点头，满意的笑了。棺材的盖子还是打开的，玉梅往里面看了看，那件衣服果然还在。玉梅从鼻子中发出哼的一声，脸上露出了嘲笑之色。哼，小把戏。她根本不相信会有鬼，即使刚才她已经被吓得魂不附体。殷管家低下头，根本就没有勇气看向那口棺材。我们该上去了。玉梅淡淡的说道，她的眼中正凝视着那个所谓的天窗。雕像还是3个，白纱也还是3个，那个被秋儿擦过的雕像还是那个姿势摆在那儿，那个被秋儿扯掉白纱的还是堆在地上，那把雕花的藤椅依旧静静的放在那儿，只是妹妹不见了。玉梅皱了皱眉头，随即又笑了。她先转身看向雕像，从衣服中取出一个丝巾，轻轻地擦拭着左边的雕像。虽然她知道这雕像也有可能是直接在死人身上雕的，但是她现在根本不害怕。她是个女人，但是她绝对不是别人想象中那种弱女子，这点殷管家是最了解的。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刚才在这里看到了妹妹，也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个雕像中有死人。雕像的大概模样已经露出来了，这回是个男的，一个年轻的男子，眉清目秀的，只是表情有些僵硬，愣愣地看着中间那个女的，像是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。玉梅接着又去擦右边的雕像，殷管家一直低着头站在一边，大气也不敢喘，甚至连看一下的勇气也没有。最后一个雕像的样子也出来了，也是一名男子，是名年过50的老者，他的眼睛瞪得很大，
也是看着身边的女子，他的2只手伸着，像是在护着身边的女子。殷管家，你去把那个白纱拉下来。我。殷管家虽然不知道白纱后面会有什么，但是他的身子还是不禁颤了一下。玉梅冷着脸命令说：“怕什么？快去！”殷管家硬着头皮，伸手用力扯下了那个白纱。他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了，他根本不敢抬头去看，所以他闭上了眼睛。玉梅一愣：“咦？”殷管家听到这个声音，不禁睁开了眼睛，望向前方，是一幅图画，一幅已经泛黄的图，看起来年代似乎很久远，上面似乎隐隐约约画着很多房子。殷管家提起灯笼，照向那幅图，并且将身子向侧面靠了靠，留出地方，好给玉梅看。玉梅快步走了上去，仔细的看着，看了一会儿，忽然说：“啊，原来是一幅地图啊！”地图？夫人，这怎么会有一幅地图呢？这会是哪儿的地图啊？玉梅上下仔细看了看，忽然眼中一亮：“哈，原来这个就是这座义庄的地图啊！”啊！殷管家实在没想到，一个小小的义庄还会有地图，而且还藏在这里。玉梅的脸上流露出兴奋之色：“啊，原来这个义庄竟然有这么大！”殷管家感到有些意外：“什么？夫人，您是说什么有多大？”唉，这个地图已经太久了，有些残缺不齐了，也不是很清楚了。不过，这个义庄原来还有个后院。玉梅停顿了一下，听着图上的一个地方，仔细的看着，忽然又道：“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，就是有道暗门能通向那个后院。”玉梅更加兴奋了，她伸手取下了地图，也顾不得它脏，将它夹在了右胳膊下，转身看向了这间屋子。从地图上看，去后院的那道暗门应该就在那儿。他的手指向了最左边的白纱。殷管家已经顾不得害怕，跑上前伸手拉下了白纱，果然一个暗门出现了，上面已经落满了厚厚的尘土，但是依稀可以看到上面支着一个封条，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人开启过了。玉梅笑了，笑得很灿烂：“夫人，我们现在难道要进去？”殷管家有些迟疑了，他突然想到这是义庄，而且这个门又封着，他总感觉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呵呵，当然要去。我突然发现，这个义庄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简单。这通往后院的门为什么会封上？而且……玉梅走上前看了看封条，又接着说：“这个封条像是一个符咒，为什么要用符咒来作为封条封门呢？”玉梅有些不解地说：“夫人，我们这次住在这是为了找小姐身上的那样东西，何必去惹不必要的麻烦呢？”殷管家说得很小心，生怕自己说错了，又惹到玉梅。“我就是要找到他呀，他来到义庄了，却神秘的失踪了。而且，刚才我还见过他，只是……”玉梅想到刚才来看到妹妹的样子，又感到一阵不舒服。“刚才您在哪儿看到小姐了？”殷管家的声音已经提高了8度了，他的身子开始发抖。“对，就在那儿。”玉梅说着，同时手指伸向那个雕花的藤椅。殷管家几乎是跳着窜向玉梅的身后，嘴中还语无伦次的说道：“夫人，小姐滚！世上没有鬼，我根本不相信。我就是要找出来他到底在哪里，是谁在利用他的尸体跟我耍这种鬼把戏。”玉梅大声的叫道。他的脸已经有些扭曲了，殷管家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封条被撕开了，
玉梅和殷管家走进那道门，暗门已经关上了，一只手搭在了雕像上，手轻柔而白净，就像白玉一样洁白无瑕，是个女人的手。白老头的门是被人用力敲开的，让他的心里感到很不舒服。折腾了一晚上，本来就睡得不好，现在天刚亮却又被吵醒了，所以他的脸色看起来很是阴沉。是钟声，当他看到白老头打开门的时候，就大叫道：“爹，夫人和殷管家不见了！”白老头一惊，拿起一件衣服，跟着钟声跑了出来。秋儿正在院子里站着，他望着那间放棺材的屋子，脸上布满了愁云。白老头焦急地问秋儿：“他们难道又上去了？”秋儿摇了摇头，他根本不知道，但是整个院子都找遍了，就是找不到踪影。坏了！白老头突然跺了一下脚道：“爹，怎么了？”钟声不明白白老头为什么会急成这样。白老头沮丧地蹲在地上：“哎呀，没想到夫人胆子竟然这么大！我以为她受过惊吓就不会再去，可她……哎呀！”钟声急道：“爹，那上面到底怎么了？您从来不让我们靠近，我也从来没见您上去过，难道真的有鬼吗？”一提到鬼，白老头浑身一个激灵，他禁不住双手抱住了头。秋儿蹲了下来，轻轻地拍了拍白老头，他在安慰白老头。白老头终于恢复了镇定，开口说道：“他们不会回来了。”他声音变得很是无力。钟声一愣，问道：“不会回来？为什么？”秋儿也是一愣。白老头叹了一口气，过了一会儿才道：“那里出过事儿。”钟声没有再出声，秋儿也在等待着。他们知道白老头马上讲的事情一定非常重要。20多年前，我就像钟声这么大，那时候我刚来义庄，这里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妇，他们有一个刚满月的女儿，他们很是清苦，但也算幸福。我也是经钟伯介绍来的，来这里帮忙。钟伯是那对夫妻的爹，还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伙计，他是钟伯的侄子。但是钟伯似乎不太喜欢他，连跟他说话都板着脸。那时候我只是来帮工的，钱虽然不多，但是也很开心。我天生呢就不怕死人，所以很快就上手了。打我第一天来的时候，钟伯就跟我说过，那个梯子和天窗不能上去，那是给死人升天用的。我那时候暗笑钟伯迷信，几次想偷着上去，都被他给发现了。后来有个女人死了。女人？她是怎么死的？钟声有些不明白了。白老头摇了摇头：“是个新娘子，在出嫁前的晚上自杀了。”白老头在说完这句话以后，突然就沉默了。他的脸色并不好看，低着头似乎在想些什么。钟声和秋儿互相看了一眼，他们实在是不明白白老头怎么会突然间就不说话了，只是在一旁静静的等他再次开口。棺材被放到了这里。白老头终于又说话了，他用手指指着放棺材的屋子。可是当天晚上，棺材就流血了。白老头的脸上露出了惶恐之色，他的身子在微微的颤着。啊！钟声尖叫一声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秋儿也吓得脸色惨白。然后
我和钟伯还有那个伙计一起撬开那口棺材。他穿着一身红衣服、红裙子，但是他的腹部插着一把刀，他的眼睛还睁着。钟声突然打断了白老头的话，大声的叫出来。白老头缓缓的点了点头。当天晚上，我们都听到了歌声，后来那女人失踪了。白老头的声音越来越低，低的甚至连他自己都快听不到了。钟声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他的嘴在颤抖着，他根本不知道现在该问些什么。秋儿几乎快要晕过去了，赶紧伸手捂住了胸口。他的喘气声大的连白老头和钟声都听得到。那后来发生了什么？钟声在问这句话的时候，已经是过了一会儿了。年轻的夫妻出于好奇，瞒着钟伯走上了梯子，再也没回来。而钟伯也因为着急，也上去了。白老头知道不用自己多说了，钟声和秋儿也猜到了结果。钟声问：“他们都没有再下来？”没有回来，再也没有回来。我多次想上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是每一次想到钟伯对我的警告，就白老头有些伤感的看着那间屋子，不知道是为自己的胆小难过，还是为钟伯及那对夫妻的失踪感到伤心。钟声问道：“他的侄子和那个满月的女孩呢？”白老头神情冷漠地说：“他走了，没几天他就离开了这里，他不愿意再待下去了。他跟钟伯一家根本就没有感情，那个女孩也不见了，兴许是被他带走了，还算他有点良心。这20年来，我从来没有踏入过那里，不敢，也不愿。就这样平平静静的过去了，倒也相安无事，也没有再发生过什么。可是现在，白老头一想到那上好的红木棺材，一想到那个女人的样子，就浑身打颤。钟声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白老头看了20几年的棺材，什么样的尸体都见过，但是那天见到那个女人的尸体，竟然会脸色大变。现在终于知道答案了。20多年前的事情又重演了，那结果会是什么？没有人知道。天色已黑，秋儿去做饭了。白老头因为讲了太多的往事而有些疲倦的，正在屋子里休息。钟声望着那间屋子，他这样站了很久，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，或者在期待什么，只是站在那傻傻的看着。他突然很想知道天窗上面是什么样子的。夜里下了雪，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。清晨，秋儿和钟声正忙着清扫院子的雪，他们的脸色跟昨天比起来没有好太多。钟声抬起头看了看那间屋子，夫人和殷管家都没有回来，难道真的不会再回来了吗？钟声不敢再想下去。白老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院子里了，阴着一张脸，像是随时都会爆发一样。钟声和秋儿不敢正面看他，打了声招呼，依旧低着头打扫着院子里的雪。有4个人进来，他们架着一口棺材，棺材是普通的木棺材，而这4个人从衣服打扮来看，也是穷人家的。他们看到白老头，停住了脚步。唉，又死一个。白老头心中有些不悦，他最不喜欢看到穷人的棺材被抬进来，里面肯定什么都没有。
但是他的脸上没有露出任何的声色。他带着他们走进那个放棺材的屋子，推开了门，伸手一让：“放进去吧。”4个人合力将棺材抬到2个木头凳子上放好，其中一个人走上前，对着白老头低声说：“听说殷府的夫人在这儿，不知道可否请她出来了？”白老头实在不知道怎么将事情说清楚，他也不愿意惹麻烦上身。可是如果说是闹鬼，别人怎么会轻信的？只得说：“夫人和殷管家出去有点事，还没有回来。这样，那个人面露难色，转身看了看其他人，又回过头对着白老头道：“夫人身边的小翠姑娘在吗？”白老头又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了，张着嘴想了半天，没有说出话。看来他们是不知道小翠死了。她死了，死在义庄里，但又失踪了。白老头怎么能说得清楚呢？没关系，等他回来，劳烦您告诉他一声也行。那人误以为白老头不知道小翠去了哪，所以接着说：“什么事儿您说？”“哎呀，小翠的娘死了。”那人一边说一边看向刚才放好的那口棺材。白老头一愣，随即问道：“怎么死的？”“哎呀，年纪大了，本来身子骨就不好，昨晚下了一场雪，结果一着凉就……哎呀，小翠她娘为人特别好，平时总是很照顾我们这些邻居。小翠呢，也特别像她娘。”对方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，但是从他们的悲伤神情来看，小翠和她娘是很有人缘的。白老头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白老头坐在那口刚送过来的棺材跟前已经很久了，他一直死死地盯着。“爹，还开棺吗？”钟声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进屋子了。白老头吸了一口气，双眉紧锁。“上次那口棺材……”白老头没有再说下去，但是钟声知道白老头在担心什么，他也没有再出声，挨着白老头坐下了。又不知过了多久，白老头突然站起来：“开吧。”“爹。”钟声本来想说什么，但是他看得出白老头已经下了决心了，所以又把话给噎回去了。棺材撬开并不难，但是这次白老头和钟声却费了很大的力气，因为他们实在是太紧张了。没有什么异常，棺材里确实躺着一个50旬开外的老妇人，她的身上穿着一件蓝色的白花裙子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没有任何的装饰，看得出来平时是一个简朴的人。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，盘在头上，虽然脸上堆满了皱纹，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年轻的时候一定非常漂亮。鹅蛋似的脸，樱桃般的嘴。白老头突然感觉这个人似曾相识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小姐，是小姐，这个老妇人竟然跟小姐长得很相似。可是这是小翠的娘，怎么会跟小姐长得像？而小翠她也是见过的，16、17岁，第一次见面就有些目中无人。他又想起了刚走的那个人的话：“哎呀，小翠她娘啊，为人特别好，平时总是很照顾我们这些邻居。小翠呢，也特别像她的娘，像她娘。可是我见过小翠一点都不像啊！难道说，他们见到的那个小翠根本不是真正的小翠？而真正的小翠就是上回送来那口棺材中的小姐。那真正的小姐去哪儿了？夫人身边的小翠又是谁？夫人明知道她不是小翠，为什么还说？难道……”白老头的脸越来越阴沉，
他狠狠咬了一下自己的嘴巴，随后露出了一丝让人不易察觉的冷笑。打开门，是个向下的尸体，看不到底。殷管家吸了一口气，夫人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这下面……王玉梅斜着眼瞪他了一下，哼，没胆的东西！夫人，小翠儿已经死了，下一个不知道轮到谁呢。我看咱们还是离开义庄吧，那东西还是不……殷管家的声音很小。我来了就是为了要找到那个东西的，现在他的尸体竟然不见了，我一定要知道发生了什么。玉梅从殷管家的手中抢过灯笼，自己朝下走去。夫人，等我一下。殷管家实在是害怕独自一个人在黑暗中待着，所以他追着玉梅走了下去。尸体很长，足有上百个台阶。玉梅走了很久才看到一个大门，真的可以说是大门了，因为那门非常大，就像是一个城墙的大门，是红色的拱形大门，正中有2个铜狮子的脸，嘴中还各叼着一个铜环。天哪，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大一个门呢？殷管家的嘴张得很大，下巴都快掉下来了。玉梅提起手中的灯笼，照向大门上面，上面蓝色的匾，匾上有2个金漆漆的大字“后院”。我们到了。玉梅淡淡的说道，她的脸上露出了喜悦之色。殷管家有些不解的问道：“后院怎么会在地下呢？”听他这么一说，玉梅也感觉有些不对劲了，不禁叨叨道：“是啊，谁家也不会把后院建在地下呀。”殷管家还是不明白这其中的原因。而且这里还是义庄，义庄怎么会有后院呢？我总感到事情越来越怪了。玉梅抬起头，冷眼看着后院那2个字，悠悠地说道：“白老头在义庄这么多年了，他难道会不知道义庄有个后院吗？”殷管家说：“这我也奇怪了，那个白老头真的没上过天窗？哼！鬼才信呢！夫人呐，我看那白老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玉梅沉默了一下，没有再出声。她心里有好多的疙瘩解不开，但目前她要先看看地图上画的这个后院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她展开了地图，提着灯低着头仔细的看着。这张地图太古老了，后院内的结构已经完全看不清了。玉梅有些失望地说了一句：“这么巧，偏偏看不到。”她抬起头看向那个门。殷管家，去推推门看看。又是我。殷管家指着自己，面露难色，但还是不情愿地走了过去。他颤抖地伸出双手，拍了拍门。门没动，他回头看了看玉梅，玉梅又瞪他一眼。殷管家赶紧回过头，用力地推了一下门。吱，门开了，发出难听的摩擦声。殷管家赶紧推到玉梅的身旁，2人都屏着呼吸，紧紧地靠在一起，生怕有什么东西出来。一切都很安静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玉梅松了一口气，推开了殷管家，一边掸了掸衣服，一边讽刺地说道：“哼，男人不像个男人。”殷管家脸上强堆着笑，一句话也不敢多说。门只开了一条缝，但足够2人进去。里面很黑，但可以感觉出来是进了一个比较大的空间。玉梅将灯笼提得很高，这样她就可以看得清楚一些。是一条通道，地面上铺着汉白玉石，2边还各有人形的石雕，石雕后面是凹凸不平的石壁。这……殷管家看到这种情景，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。
玉梅也不去理他，继续往前走，一边走一边看着两边的石雕。每个石雕雕刻的都是栩栩如生，各种各样的姿势都有，全部是兽类，有狮子、老虎等等。每座石雕下面都刻着成云朵似的东西，看起来想要表达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。左右各6个，总共12个。连玉梅都不禁露出了吃惊的表情了。过了这12个雕像，前面是一条用青石条砌成的石桥，石桥底下有一片水，静静的连个波纹都没有。过了桥，前方则立着一个1人来高的石碑，上面似乎写着几个字，碑后面又是同样一个大门。玉梅提着灯笼向石碑照过去，刘府之墓。深夜，一阵阵夜寒袭来，钟声不自觉地缩了缩身子，将被子拉到了下巴处。一庄一天的工作并不是很累，因为毕竟活人要比死人多嘛。但是钟声总是感觉睡不踏实，也许最近接连发生的事情太多了，也许是听了白天白老头讲的从前的故事，也许是在为玉梅和殷管家担心。总之嘛，钟声一点困意都没有。一个人影从窗前闪过，钟声心中一动，有所警觉地坐了起来。他悄悄地走向窗前，将脸凑向窗纸，一动不动地听着外面的动静。是开门声，紧接着像是有人走了进去，然后又是关门声。钟声皱了皱眉头，是姐姐的屋子。这么晚了，谁会进姐姐屋子那儿呢？而且为什么还要这么晚的时候？姐姐不会有事吧？钟声有些担心的从他的床头取了一件厚实的外衣，轻轻的推开门，就走出了屋子。姐姐的屋子里灯亮着，钟声弯着腰，悄悄的走到窗户底下，紧贴着墙壁，侧耳听屋子里的动静。那天夫人说你在天窗上要杀他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白老头的声音，原来是爹呀！钟声松了一口气。秋儿出声了，钟声听得出来，姐姐似乎很着急的在解释什么。他知道一定不会是姐姐，这其中一定有某种误会。看来肯定不是你了。我也在想，怎么可能是你呢？那到底会是谁在假冒你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听得出来，白老头其实也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。秋儿没有出声，但是钟声最了解姐姐了。他知道姐姐现在一定因为受了委屈而感到难过。早点睡吧。这句话是在沉默了一会儿后，白老头才说出口的。钟声听到他起身的声音，赶紧缩至墙角，缩成一团，黑暗中没有人能看到他。白老头走出屋子，当秋儿关上屋子的门以后，他停住了脚步，回头看了看秋儿的屋子，又转身望向正院的方向，嘴中喃喃地说道：他来了，一定是他来了。钟声心头有些纳闷，他实在想不明白老头所说的他来了是指哪个他，而且还说一定。钟声实在是糊涂了。白老头已经回到他的屋子，钟声慢慢的站起身来。爹这么晚来到姐姐屋子，就是为了问这个呀。钟声不禁在想，姐姐的为人，爹难道还不知道吗？还用问吗？怎么可能是呢？况且那天姐姐从自己屋子里出来，怎么可能在那个地方出现呢？现在姐姐一定伤心死了。想到此，钟声决定去安慰一下姐姐。他开门走了进去，灯还亮着，但是姐姐竟然不在，怎么可能呢？
刚才姐姐明明在的，而且她也没有离开过，也没看到姐姐出去呀。钟声实在是想不明白，姐姐怎么会在这间屋子里突然消失呢？这是钟声长这么大第一次走进姐姐的屋子里。因为姐姐是个女人，所以白老头从小不许钟声随便进姐姐的屋子，总说女人的屋子阴气重。虽然钟声从来不信这些，但是也不敢违抗爹的命令。姐姐的屋子并不大，而且东西很简陋，只有张床，有个衣柜，外加一个放着铜镜和梳子的桌子，和一个旧的一坐就发出吱吱声的凳子。除了这些，其他的就没有了。姐姐这么快就消失了，钟声实在是想不通，一屁股坐在床上。床上只有一个打了很多补丁的被子和一个破旧不堪的枕头。钟声看着这些，不禁有些心酸。姐姐一直都很简朴，什么东西都舍不得用，好的都留给她了。钟声难过的伸出一只手去拿姐姐的枕头。枕头本来很轻的，只要用很小的力气就可以拿起来，但是现在钟声用了很大的力气，竟然没有拿动它。钟声心中大奇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难道枕头跟床沾上了？姐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这次钟声双手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去搬枕头，枕头还是静静地躺在那儿。钟声更加奇怪了，他试着往左拉了拉枕头，枕头没有动。他又试着向右拉了拉枕头，枕头竟然动了，而且紧接着，钟声几乎是跃下楼梯的。他实在是没想到，枕头向右边拉的时候，床竟然打开了一个洞，而他一点防备都没有，就这样直直的摔下去了。好在他身子骨硬朗，只是额头上擦破了一点皮，身上只是有些轻微的擦伤。楼梯并不是很长，但尽头似乎有亮光。钟声缓慢地向前走了几步，没有屋门，只有一个白纱，亮光就是从白纱中透出来的。钟声犹豫了一下，但还是伸出了手掀开了白纱。一共4个棺材，每个上面都堆放着一叠纸钱，旁边还有一个桌子，桌子上放着蜡烛，亮光就是这蜡烛发出来的，但是却没有姐姐的影子。棺材，钟声怎么也想不到这里会看到棺材，而且其中一个是一口上好的红木棺材，跟那天送来那口一模一样。不，准确的说，这口棺材就是那口。在义庄待了那么久，钟声认得出来的，原来在这儿啊！钟声感到很意外，甚至是有些吃惊。他走到那口棺材前，伸手将上面的纸钱全部弄下去。他在考虑是否再次打开它。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，但是好奇心占了第一位，所以棺材盖上没有钉子，很轻易的就推开了。黄色的上衣，绿色的罗裙，黄色的上衣上面绣着红色的梅花，梅花本身是白色的，却被血染成了红色的，腹部还插着刀子。他的左手还握在刀柄上，他的眼睛是睁着的，是小翠。钟声认得他，他来义庄是活着的，但是第2天就死了，随后就消失了。钟声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他，虽然在开棺之前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但是看到以后还是吓得后退了几步，碰到后面桌子，刚才摔伤的地方又隐隐作痛。钟声不禁低头蹲下了身子。小翠的眼睛眨了一下，她的脸露出了诡异的笑容，一只轻柔而白嫩的手伸出了棺材，是左手，是握着刀的左手。一大早，秋儿依旧在打扫院子，早饭已经做好了，就等白老头和钟声起来了。白老头迈着他的惯有的步伐走到了正院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呢？钟声呢？秋儿摇了摇头，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也正在奇怪。平时钟声都起得很早来帮他干活，但今天……白老头板着脸道：“我去看看他，
这臭小子今天竟然睡起了懒觉。白老头板着脸说道。秋儿赶紧放下手中的活，快步走向钟声的屋子。屋子里没人，床上有些凌乱，可以看得出钟声的确是在床上睡过，可是现在呢？现在去哪儿了？而且连声招呼都没打，这不像钟声的作风啊！秋儿开始有些担心了。白老头一直待在放棺材那间屋子里，擦着棺材，甚至连午饭和晚饭都没吃。秋儿有些担心地站在屋子外面看着他，突然身后响起了吱的一声。秋儿回头望去，义庄的门天一黑就关上了，但现在门却开了，但是没有人。秋儿正在纳闷呢，白老头从屋里走出来，他看上去很是疲倦。白老头道：“是谁来了？”秋儿摇了摇头，指了指大门外，没有人。白老头皱了皱眉头，他走向大门外，秋儿也跟着他走了出去。义庄的位置很是偏远，周围没有一户人家，只有遍地荒草和零散的树木。白老头阴着脸什么都没说，将大门重重地摔上。秋儿低下了头，他最怕看到白老头铁青脸的样子。哐当又是一声，不过这一次不是从大门发出来的，而是来自屋里，那间放棺材的屋里。白老头二话没说，直接奔向那间屋子。秋儿呢，只能在外面等着了。没有动静，竟然半天也没有动静。秋儿等得有些焦急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爹为什么进去了半天，连个声音也不出，而且也不出来？秋儿在门口来回不停地踱着步子，秋儿实在是忍不住了，慢慢地走向那间屋子。一切都很正常，一盏烛灯静静地放在最中间的棺材上，四周都很寂静，寂静的棺材，寂静的凳子，寂静的纸钱，还有……秋儿终于看到了白老头，他很安静地坐在一个空着的凳子上，两只手无力地垂着，他的脸很白，但却没有任何表情，只是抬着头望着上面。上面会有什么呢？秋儿也抬起了头。一个梯子斜通向一个天窗，一个人吊在了梯子上，是钟声。他死了，是上吊死的。他的眼睛圆睁，像是不相信什么似的，死命的瞪着。他的嘴没有合上，而他的舌头也没有伸出来，但是他的腹部却插着一把刀，刀处流着血迹，而且还有一块从钟声身上撕下来的布料，布料上写着字，是用血写的。秋儿没有动，也只是站那儿看着。他的脸上有些木然，嘴角微微有些抽搐。那是他的弟弟，是他最疼爱的弟弟，但是他现在死了，莫名其妙的死了。秋儿突然间感到心在刹那间碎了，秋儿倒下了，倒在了弟弟的面前。白老头终于站了起来，他没有去管倒下的秋儿，而是走到了钟声的面前，他死死盯着那块布，字格外的红，红的让人看了有些心里发慌。时辰到了，又是那个遗言来了，真的来了，那个遗言真的开始实施了。当天晚上，白老头做了梦，梦见了钟伯，梦见了那对年轻的夫妇，梦见了那个刚满月的小女孩，梦见了钟伯的侄子，梦见了钟伯请的人，还有那个新娘。已经差不多2天没吃东西了，殷管家已经感到眼前冒出无数的星星，而他现在已经无力地瘫靠在石桥上。玉梅虽然身子也在发软，但是他还在不停地扒着那个大门，试图打开它。师傅，夫人，我看我们一定会死在这儿。
殷管家有气无力地说道。闭嘴！玉梅的声音已经有些嘶哑了。我们已经快饿死，渴死了。您看我们的灯笼的蜡烛也快用完了。殷管家的声音听起来已经有些绝望了。玉梅停了下来，回头望向那个灯笼，蜡烛的确已经快用完了。她一屁股坐下来。不会的，不会死在这里的，一定不会的。当然不会。一个声音从不远处的黑暗中传过来的。玉梅和殷管家同时一惊，望向那个方向。有个人走过来了，左手提着灯笼，右手提着篮子。殷管家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大叫道：“你！”他吓得一边叫一边后退。玉梅笑了，她松了一口气。你怎么才来？你再不来，我可真的就要变成鬼了。办完我要办的事儿，我立刻就赶过来了，还好没来晚。那个女人笑得很温柔，玉梅最喜欢看她笑的样子，很是亲切。殷管家已经待在那里，他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直愣愣地看着他俩。来，快点吃吧，我已经准备了上好的小菜。那个女人将手中的灯笼和篮子放在地上，打开篮子，一股肉菜的香味随之飘了出来。好香啊！玉梅双眼放光，恨不得马上扑上去。她也顾不得夫人的身份，拿起一只鸡腿玩命地啃着，随手又拿起茶水，时不时地喝2口。殷管家还待在那儿，似乎变成了雕像。那女人笑得很甜。殷管家，你待在那儿干什么呢？还不赶快过来吃点东西？难道你不饿吗？经他这么一叫，殷管家才回过神来，肚子早就饿得直叫，他也顾不得许多，连滚带爬的爬到篮子前，拿起一个鸡腿，狼吞虎咽起来。女人看了看他们的样子，她轻轻掸了掸乔装上的尘土，然后一跃坐了上去。她的腿悬在半空，随意的摆动着，一双美目望向桥下的河水，最终道：“哎呀，这水好深啊，不知道下面是什么。人也真是的，死了还要给自己建这么好的地方，真会享受。”玉梅和殷管家根本就顾不上理睬他，只是低着头吃着手上的东西。他摇了摇头，最终发出嘲笑的声音：“哼，看来我要是真的再晚来一步，你们可就真要……臭丫头，你就少说些嘲笑人的废话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”玉梅板着脸说道：“人已经死了。”女人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哼，好。”玉梅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情。“谁死啊？”殷管家嘴中的鸡肉还没有咽下去，说出来的话含糊不清。“终生。”女人看向了殷管家，脸上依旧保持着那种甜甜的笑容。殷管家差点噎着，他张着油油的大嘴，半天没有合上。女人微笑地看着殷管家：“殷管家有话要说吗？”“你这杀了终生，为什么？”殷管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竟然杀了终生。女人道：“我要让他替我们传句话。”“什么话？”“一句遗言。”“遗言？”殷管家更糊涂了。“一句白老头早就知道的遗言。”女人面无表情的突然变得冷淡。玉梅死死地瞪了殷管家一眼：“问那么多干嘛？吃你的饭！”殷管家不敢再开口说话，但他的眼神已足以告诉玉梅他内心的恐惧了。
玉梅问道。那白老头什么时候会来？快了，我想他快来了，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之中。只是……女人突然停顿了一下，玉梅问道：“只是什么？”小翠的娘死了。女人淡淡的说。玉梅突然瞪大了眼睛：“啊，这可不是我们计划中的。啊，看来白老头已经看出那个小姐是小翠了。他看不看得出来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计划已经在进行中，一切早就开始了。”女人狠狠地说道。“那我们现在还需要做什么？”玉梅问道。“等待。”女人的声音是那么的动听，她的人是那么的素雅，她的为人是那么的善良，但她却杀了钟生。夫人不是说过要杀了他吗？可是现在，殷管家实在是没想到，在这里遇见的人，居然是秋儿。20年了，足足20年了，看来今天我又要爬上去了。白老头抬头望着天窗，自言自语地说着。梯子吱吱作响，白老头的脚步也有些沉重，他很缓慢地往上爬，似乎一边爬一边在思考。还是老样子，这是白老头爬上天窗的第一感觉。他上前一步，仔细地看着四周，雕像还在，上面的尘土已经很厚了。他走上前看前3个雕像。哎呀，20年了，你们都没变，还是那个样子。他用袖子分别在3个雕像上擦了擦。今天呢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他的脸上似乎有些抽搐。天窗里一片死寂，只有白老头提着灯笼随意的摆动着，3面的白纱还在，一股土腥味儿。白老头不禁伸手在脸前挥了挥，他不喜欢这种感觉，尤其不喜欢待在天窗的感觉。他咳嗽了一声，像是在为自己壮胆。紧接着，他走向右边的白纱。他知道那有一幅地图，但是白纱后面什么都没有。他笑了，他就知道他们一定是去了后院。他转身来到最左边的白纱前，一把扯了下来，那有个暗门，他也是知道的。他明白，他们一定是从这儿走到了后院了。暗门是关着的，封条是封着的，封条怎么会是封着的？他们一定是从这通向后院的，那封条一定是撕开的。可是现在，白老头提着灯笼凑向前仔细的看着，封条贴得很好，如果后来有人故意贴上去，那么他的手法简直太好了，现在根本看不出来，就好像从来没有撕开过一样。白老头不禁有些纳闷了，这个天窗只有一个暗门，他们只能从这里走，可是现在暗门上的封条却完好无整。正在他思考的时候，突然感觉背后有点发冷，好像有人。他猛地转过头，什么都没有，跟刚才一样。白老头不禁皱了皱眉头，还有一个白纱没有摘下来，他知道那里有什么，但是他本来是不想摘的，不过现在他改变主意了。他走过去，慢慢的伸出手。白纱后面依然摆放着个藤椅，很古老。一个女人正端坐在一把雕花的藤椅上，女人的衣服是红色的，红色的上衣，红色的罗裙，金色的牡丹，上下身各绣了一朵，头上盖了一块红色的盖头，盖头下面缀着红红的穗子，这一看上去还是那么的新。白老头呆呆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，他的脸上呈现出奇怪的表情，嘴中叨叨：“哎呀，还是没有变，一点也没有变。”他伸手轻轻地掀开盖头，瓜子脸，清秀的五官，明亮的美目，
让人看到它总会有一种舒服的感觉。这些呢，皆只是记忆中的事儿，而眼前的他，是一具没有灵魂、没有肉体的骷髅。两只黑黝黝的深洞总让人有一种望不到底的感觉，同时也产生了某种恐惧。白老头赶紧放下盖头，他不想再看下去了，甚至有些后悔去掀开那个盖头。白老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向后退了几步。白老头记得背后没有任何东西的，所以他根本不可能会撞上什么。但是他现在确实感到身后有东西，他慢慢的转过身。一个男人站得很直，两手自然下垂，一双眼睛正直直的望着白老头。白老头只感觉两腿一软，差点站立不住。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男人冷冷的望着他，没有说话。你是人是鬼？白老头已经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了。我好冷啊，我真的好冷啊。他终于开口说话了，他的脸依然是冷冷的表情，只有他的嘴在动。你真是鬼！白老头吓得连连后退，已经退到了天窗旁边。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你为什么要怕我呀？他开始动了，他慢慢的走向白老头。我在下面真的好冷，好孤独。你不要再说了。白老头已经决定走下天窗，男人一把拉住了白老头的手，他的手很冷，冷的白老头更加心慌了。白老头玩命的甩开他的手，突然，白老头感觉自己头顶有些凉丝丝的东西滴下来，不禁抬起了头。男人的嘴中正往外流着血，鲜红的血正一滴一滴的流下来。啊！白老头惨叫一声。当听到白老头的叫声以后，秋儿冲了进来，血还在滴着。秋儿看到了他，他只感觉一阵眩晕，一下子摔倒在地上。第二天，白老头不见了。秋儿醒来的时候，义庄一个人也没有，只留下斑斑的血迹。秋儿想起昨天晚上的情景，不禁浑身哆嗦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钟生已经死了，他不可能活着。是我亲手杀的他，难道是他的魂魄？整整3天，秋儿找了整整3天，都没有找到白老头。他好像突然间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但是秋儿一定要找到他，只有找到他，才能知道那个东西在哪儿。夜里，秋儿喝了很多水，结果他做了梦，梦见了白老头、钟生，还有一个穿着新娘衣服的女人。只是他的头一直盖着一个红色的盖头，他一直无法看清女人的样子。但是秋儿却能看到他的右手上拿着一个东西，一个已经有些生锈的铜钥匙。铜钥匙！秋儿一下子惊醒了，他坐了起来。对了，他怎么没想到那个天窗上的女人？秋儿顾不得夜里的寒冷，随手拿起桌子上的烛灯，穿上鞋，一路小跑的来到那间放棺材的屋子。血迹还在，秋儿有些犹豫，他害怕再看到钟生，他明明是杀了钟生的，可是那天晚上。但是呢，他找那个东西又找了很久了，不能前功尽弃。秋儿咬了咬嘴唇，下了狠心，迈开步子，登上了楼梯。一切静悄悄的，秋儿看向那个女人，还是那个姿势。秋儿慢慢的走了过去，她小心翼翼的掀开她右手的衣袖，她的手很白，白的让秋儿感到一阵心慌。那是5根白玉般的骨头，细细的，只是失去了肉的装饰，显得格外的诡异。
秋儿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去掰开他的指骨的，有些硬，秋儿不得不用些力，指骨掰开了，果然看到一把铜钥匙。秋儿兴奋的几乎叫出声来。他拿起那把铜钥匙，因为时间太久了，已经有些生锈。秋儿用袖子擦了擦，又对着烛光看了看。钥匙的前端跟其他的钥匙没有什么区别，尾部则是一个蝴蝶的形状，虽然很小，却做得很是精致。是它了，就是它了。秋儿笑了，笑得很是得意。突然骨架散了，连同那身红色的衣服都摊在地上。秋儿吓了一跳，后退了几步，但随即又笑了。新娘做了20年了，今天终于倒下了，她的使命也算完成了。秋儿不得不承认，白老头的确很聪明，让一具骷髅守这把铜钥匙20年，没有人会想得到。一个女人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：“铜钥匙终于拿到了。”秋儿先是吓了一跳，但回过头来又笑了起来。吓我一跳，原来是你。怎么样，你到底找到他了吗？对方摇了摇头，同时又叹口气道：“啊，奇怪，真是奇怪，我找了他那么久，连个影子都没见。啊，一个尸体自己又不会长腿，能跑到哪儿去呢？难道真的变成鬼了吗？”他有些开玩笑地说。秋儿脸色突然一变，鬼，一提到这个字儿，秋儿就想到了钟声了。他亲眼看到钟声，而且是死后的钟声，他突然感到胸口有些发闷。怎么了？我看见钟声了。女人的脸色霎时变得铁青。怎么可能？他可是你亲手杀的。啊，当时我本来想用刀去刺他，结果你先下手从后面打晕了他，而且又夺走我手中的刀，刺死了他。你说过，他毕竟是你的弟弟，所以你不要他死在别人手里。可是我真的看见了他，他的样子看起来不太像人。秋儿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形容那天晚上的情景。对方的脸色不是一般的难看。难道真的有鬼吗？那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他的尸体，难道也是？不要再去想了，我想这些对于我们已经不重要了。刀呢？秋儿问。女人从衣袖中取出一把刀，在刀柄处用力一掰，刀柄被掰成2半，中间放着一把跟秋儿手中一模一样的铜钥匙。香梅，看来我们现在就可以去了。秋儿笑了，笑得很是开心。她看着眼前的香梅，香梅笑起来很是可爱，有2个深深的酒窝。这样可爱的女孩子怎么可能是个丫鬟呢？本身就是小姐的命，让她扮成小翠，真是委屈她了。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，小翠的死真是挺值的。把铜钥匙藏在刀柄中是香梅的主意，让小翠的尸体进入义庄，假扮成她的身份，也是她的主意。没有人会去注意一个死人，更不会注意死人身上所带的凶器，所以铜钥匙放在刀柄中是最安全的。2人相视一笑，他们都心领神会，知道接下来该去做什么了。秋儿、玉梅、香梅同时站在木门前，他们的脸上都显出了兴奋的神情，只有殷管家提着灯笼，小心翼翼地站在一旁。他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也不知道他们3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。他只记得夫人说不要揭穿小姐的身份，就当她是小翠，也不要泄露已死的小翠的身份，就当小姐死了。他不明白，但是夫人不说，他也不敢问。他也知道自己实在是窝囊，但是他还是不干。秋儿拿起2把铜钥匙，将它们并在一起，慢慢地插进大门中间的一个圆缝中，完全吻合。秋儿有些兴奋，又有些紧张地看了看玉梅和香梅，紧接着将铜钥匙拧向了右边。咔！大门打开一道缝，秋儿开心地叫出声来。
成功了，成功了！我们终于打开它了。秋儿的话音刚落，玉梅和香梅已经扑上前，双双推开那所已经尘封许久的大门。大门打开了，是一条长形的屋子，左右很长，大门距离正前方很短，像个门厅。墓室的前方以及左右各有一把藤椅，藤椅上坐着3个人。从衣服上看，左右坐着的是2个女的，前方坐着的是一个男的，但他们的脸都被罩着，用3块白布罩着。秋儿他们并不知道这3个人是谁，为什么坐在这儿，但知道他们一定是死了很久的人。出于好奇，玉梅和香梅走向最左边那个女人的面前，他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。是香梅掀开的白布，果然是一具白骨。头发虽然还梳着，但因为年岁太久了，已经变得乱七八糟。殷管家走向了正前方，他不想被这里的3个女人笑他胆小，所以在看完第1个以后，他也鼓起勇气去掀第2个。他相信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。殷管家掀开了那个男人头上的白布，他实在是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能看到他。殷管家已经晕过去了。小翠是个好女孩，就像她的娘一样，她的眼睛是瞪着的，就像是永远也闭不上一样。现在她的身上还穿着一套男人的衣服，看起来有些滑稽，但是秋儿他们根本就笑不出来。3个女人在这一瞬间都惊呆了。一个尘封很久的墓室竟然会出现小翠的尸体，她是怎么进来的？又是谁把她放进来的？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秋儿，她突然看向右边的那个人，这又是谁呢？是钟生，还是白老头？他不知哪来的勇气，突然走上前，一把拽下了白布。秋儿的眼睛远比小翠瞪得还要大，此时他的心几乎快要飞出来了。那个女人头发是乌黑发亮的，少许盘在头顶，多许的就任其自由的披在后肩，脸色看起来有些苍白，但是明眸赤红。秋儿看了看秋儿，活着的秋儿看到了死了的秋儿。玉梅和香梅同时张大了嘴巴，他们根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一模一样，连神情都是一样的，简直是一个人。玉梅伸手去拉秋儿，她感到秋儿的手很冷，看起来是吓坏了。秋儿的脸色白如一张纸，她慢慢伸出了右手，轻轻摸了摸那个秋儿的脸，皮肤吹弹可破，就像是活人的。秋儿猛地收回了手，额头上渗出了少许的汗水。难道又是鬼吗？香梅说话了。玉梅吓得紧紧靠着秋儿，不敢说话。秋儿的身子很冷，玉梅知道秋儿没有晕倒，还能站在这儿，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如果换成是她，看到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，一定会吓死过去的。一定是鬼，一定是。香梅的身子缩了缩，眼睛四处张望着，她突然仰头叫道：啊，你们看！玉梅被他这一下给吓了一跳，殷管家也被叫醒了。他坐起来道：鬼！玉梅也不去理他，抬头看着顶端。玉梅叫道：秋儿！秋儿慢慢的抬起了头。时辰到了。这句遗言原来是刻在墓里的。玉梅和香梅都望向了秋儿，秋儿的脸色更加难看了。原来那个女人早已进过这个墓了。秋儿，这个女人是不是你的娘？不是，她不是。我的爹和娘现在已经成为一座雕像了。秋儿的情绪看上去很不稳定。雕像？玉梅和秋梅相互望了望后，同时发出惊呼。早在20年前，我爹和娘就被别人杀死在天窗里。
随后又给做成了雕像。秋儿的声音越来越大，他的脸色变得更加的惨白。秋儿，你为什么要隐瞒我们？香梅发了话了，他的眼睛上下打量了秋儿道：当初你找到我们，让我们帮你的忙，同时还告诉我们白老头并不是你亲生的爹，你要为你的爹娘报仇。我们答应了你，可是现在看来你是有所隐瞒呢。秋儿嘲笑的哼了一声，说道：哼，帮我的忙？如果我不告诉你义庄实际上是一个墓地，里面藏着大量的宝贝，你会帮我？你们会帮我？哼！人为财死，鸟为人亡。我们当然是为了钱，但我们不也帮了你吗？我还牺牲了我一个丫鬟，那可是我最贴心的。为了我们的计划不外泄，我就只能把她给杀了，让她假扮成香梅送去义庄，妹妹再假扮成她跟着我，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进义庄来查这个墓。谁知道她进来后没几天就失踪了，现在却跑到了这儿。秋儿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眼睛有些发亮，她突然看向了香梅，问道：小翠的失踪不在我们的计划中。当你和玉梅来到此，发现小翠不见的时候，曾提议假死，然后偷偷去查小翠的尸体，同时也可以吓吓那个白老头和钟生，对吗？呵呵，是啊，没错啊。我这个计划也不错吧？那个白老头和钟生不是已经被吓得半死了吗？那把铜钥匙也是你出主意藏在刀柄中的。没错，主意也是我出的，很完美。没有人会想到这么重要的东西会藏在那里呀。秋儿的脸上露出了冷笑之色。那么，我一直认为你是找了一把一样的刀，来装成小翠死的样子，吓唬白老头和钟生。但是刚才，你却在这把刀中取出了铜钥匙。香梅的脸色霎时变得很难看，秋儿阴着脸道：你太急于得到这些金银财宝，竟然忽略了这一点，不是吗？香梅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你是内奸。妹妹，你……玉梅很意外的就看向了香梅。香梅突然变得很平静，她悠悠地说：没错儿，我的确是你们的内奸。玉梅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根本不是你的亲妹妹，你的亲妹妹早就死了，早还在婴儿的时候就死了，我顶替了她。我看起来是不是像17、18岁？其实我跟你和秋儿的年龄差不多，呵呵，可真是个笨姐姐。呵呵呵。香梅的笑声让玉梅感到了阵阵的穿心。妹妹死了，妹妹早就死了。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她是我的女儿。黑暗中传出来一个声音，秋儿的心头一颤。这个声音，白老头走到众人的面前：她是我真正的女儿。香梅走到了白老头的身边，轻轻地说了一句：爹，对不起，最终我还是没保住钟生的命。香梅的脸上露出了难过之色。说到钟生，白老头脸上露出了难以形容的痛苦之色。她怎么会是你的女儿？秋儿感到太意外了，她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。白老头拉起香梅的右手的衣袖，手腕处有一个已经长好的呈蝴蝶结状的伤疤。这个伤疤是他出生的时候不小心被开水烫到留下的。我怕他长大以后不好看，就用一个蝴蝶状的东西烫在上面。
所以当我无意中看到她这个疤的时候，我很肯定她就是我的女儿。白老头看起来有些激动，秋儿冷笑：“那个终生的鬼魂也是你扮的吧？”“哼，没错，你也该受些惊吓了。”香梅狠狠地瞪着秋儿，她恨他，恨他杀死了自己的弟弟，也恨自己当时没有拦住。是谁？是谁杀死了我妹妹？是谁把我妹妹换了？玉梅几乎是在吼，她的心情已经坏到极点了。是我。殷管家已经站了起来，他已经没有了那种唯唯诺诺的样子。玉梅已经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了，她想不到，她怎么也想不到，事情会发展到这样。我一直在等你，多年不见，我已经认不出你了。白老头很平静地说道：“我已经等了20多年了。”我也是。殷管家的眼皮抽动了一下，面无表情地盯着白老头。白老头道：“是你告诉秋儿，她不是我的女儿的吧？”殷管家说：“不错，是我。在她很小的时候，我就偷偷找到了她。我发现秋儿比同龄孩子都聪明，我一说她就懂了，而且从此以后，她不愿意再开口跟你说一句话，装了20年的哑巴。我想可能是她亲眼看到爹娘死的样子，虽然那时候她只是个满月的孩子，但在她的记忆中，还是隐隐约约记住了。”白老头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秋儿。他的确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。啊，你是谁？你又是谁？你们又都是谁啊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玉梅感到自己几乎要疯了，她要弄清楚这一切。白老头看着殷管家：“时辰到了，是该清算一切的时候了。”殷管家也说：“是啊，这一天我已经等得太久了。”白老头接着说：“这个义庄是由钟伯看管的，表面上是义庄，实际上这是一座墓，是当年刘府刘一山老爷的墓葬。当年刘一山富甲天下，有无数的金银珠宝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死后升天成仙。曾经请过风水先生来看过，风水先生说死后埋在这里，并且要有一个通道通向地面，才能升天成仙。刘一山听后就按照风水先生的意思，在墓口处建了一个通向上方的通道，但死后又怕被人挖坟盗宝，就在自己的坟地上面修建了这个义庄。义庄是个放死人的地方，没有人会在这种地方多停留一刻，因此也没有人会想到这里就是当年富甲一时的刘一山的墓。钟伯就是这个墓的守灵人，他是刘府最忠实的奴仆，也是刘一山最信得过的人。除了他，知道这个秘密的人都死了，包括那个风水先生和建这个墓的人。钟伯生怕别人无意中发现了墓室，就在墓室的通风口处建了个天窗，并且编出死人升天，活人不能登梯子上天窗的故事。他知道自己岁数大了，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的儿子，希望他能像他一样保守这个秘密，一直守护着这个义庄。可惜呀，他的儿子鬼迷心窍，产生了贪念，同自己的妻子商量着怎么把宝藏弄到手，而这件事情又恰恰被钟伯的侄子听到。白老头说到此处，
看了看殷管家。殷管家明白他的意思，接着说：“当时义庄还有一个来帮工的长工，他和钟伯的侄子年龄差不多，所以关系还不错。二人合计着也想去夺这个宝藏。这人呢，都是有思念的，何况那是一个富甲天下人的墓葬。”殷管家说完这句话，又回到正题上。钟伯的侄子就和这个长工商量，二人想出了个义庄闹鬼的故事。当时钟伯的侄子已经结婚，他就让自己的老婆装扮成一个新婚前自杀的女人。钟伯从来没有见过侄子的妻子，因为这个女人不喜欢这个地方，所以从来就没有来过。而钟伯跟他侄子的关系也不是很好，所以他不愿意在义庄多来一个人。那个时候，钟伯的侄子每个月末都会回到妻子家里去住上2、3天，因此钟伯肯定不认识那个女人。然后我们就设计了让他妻子流血失踪。他失踪的目的就是去查看那个墓的具体位置。为了钱，他破例进了义庄。那就跟我们这次一样。殷管家点了点头。不错，这次就是重演20年前的那一次。我就是要让白老头心里不安，让他以为是20多年前的鬼魂来报仇了。白老头说：“可惜了，你没想到我一下子就认出了自己的女儿。意外，太意外了！小翠的娘亲意外死的时候，我就很担心，但是没想到你早就知道了。可是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”殷管家不解地问。香梅来的第一天晚上，他爬上了天窗。他原本是想假死，但是他在天窗上看到了我事先藏在那里的小翠。我本来当时是躲在暗处，我想查明到底是谁在捣鬼，但是我一眼就看到了他手腕处那块疤。白老头解释。殷管家叹了一口气，又回到刚才的话题，接着说：“嘿，天意呀，真是天意呀！嘿，我们还偷听到钟伯有一对铜钥匙可以打开木门，那是钟伯想死后进入刘一山的墓，陪着他主人用的。”众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敬佩之色。是钟伯的侄子将那对铜钥匙偷来的，本来一切都很顺利，但是却发生了意外。殷管家看向白老头，白老头没有出声，殷管家只能接着说下去。钟伯侄子的妻子死了。殷管家看向秋儿，是被人杀的，那个人是被秋儿的娘杀死的。秋儿的娘和爹有一天晚上偷偷上了天窗，在那里碰见了他，在争斗中就把他给杀了。那后来呢？玉梅也问道。毕竟当年发生了什么，白老头还没有来得及跟他说。惨叫声惊动了义庄的所有人，钟伯的侄子，那个长工都上了天窗。钟伯的侄子看到自己惨死的妻子，一怒之下就刺向了那个女人。我还记得当时他的表情，那种表情是绝不可能相信钟伯的侄子会杀他，血流了很多。他还是在那儿呆呆的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杀死的女人是钟伯侄子的妻子。钟伯和儿子都惊呆了，他们都想伸手去扶他，但是晚了。那个侄子随后刺向他们2个，那侄子已经杀红了眼，那个长工当时就吓傻了，已经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
玉梅和香梅的身子都有些发抖，他们可以想象得出当时的情景是有多么可怕。后来钟伯的侄子和那个长工为了掩盖，把3具尸体都做成了雕像，因为他们死的时候都是站着的，似乎谁也不愿意倒下。也许他们都不相信自己死了，而钟伯侄子的妻子就把他放到了一个藤椅上，让他舒舒服服地坐在那儿，永远地监视着那3具尸体。他的妻子在临死的时候一直在说时辰到了，还说让他好好照顾他们的孩子。他那个时候已经有个满月的女儿了。后来他们才知道，他拿到钥匙已经进过那个墓了。那宝藏呢？最后那2个人拿到了吗？玉梅着急地问道。殷管家轻蔑地看了他一眼，接着说：本来他们可以平分那些金银珠宝，但是钟伯的侄子起了贪念，他想独吞，他竟然半夜跑去杀那个长工。好在那个长工早就有所防备，趁钟伯侄子进他屋的时候，悄悄地溜进他的屋子，抱走了他的孩子，并且偷走了其中一把钥匙。那个长工要让他永远都过不了好日子。说到后来，殷管家的脸已经被气得通红了。玉梅指着殷管家：你就是那个长工？殷管家点了点头。玉梅又看向白老头：那你就是那个钟伯的侄子？白老头根本不用说什么，现在的一切都很清楚了。玉梅看着殷管家说：你杀死了我的妹妹，偷龙转凤的换了香梅，你是要看着她长大，让她亲自去报复自己的爹？白老头苦笑一声，什么话也没说。殷管家不知道他现在为什么还要苦笑，但他知道白老头一定找到了不用钥匙就可以进墓室的方法，否则不会在这里看见小翠的尸体。但是既然他已经能打开这个门，为什么不去独占这些宝物，而还是守着义庄？他实在是想不明白。玉梅指着殷管家大声说道：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为什么秋儿会找到我。这一切都是你早就策划好的。殷管家冷笑一声：哼，你妹妹早就死了，你也只不过比她多活一些年而已。殷管家话锋刚落，夺过香梅手中的一把刀，刺向了玉梅。我讨厌你这种女人，我已经忍了你20多年，今天该清算的时候了。玉梅的眼睛没有闭上，正如她当初杀死小翠的时候，她现在终于能体会到小翠死的时候的心情了。但是一切都晚了，她什么都感觉不到。香梅虽然不喜欢这个姐姐，但是毕竟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了，心中还是有些忍不住，叫道：你太残忍了。残忍？我有你爹妈残忍吗？当初如果不是我跑得快，死在义庄的就是我，今天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说着，殷管家又刺向了香梅。白老头早就防着他，一看他刺向香梅，立刻奔上去，双手就握住殷管家的手，厮打起来。香梅焦急地说道：爹，小心啊！秋儿正冷冷地看着他，他已经慢慢地走向了香梅。在靠近的一刹，秋儿死死地掐住香梅的脖子，香梅一惊，双手拼命地挣扎着，可是秋儿就是死死掐住他，任他怎么打怎么踢，就是不肯放手。香梅！白老头看到自己的女儿奄奄一息的样子，急着叫道，而殷管家趁机用刀刺向了他的腹部。香梅死了，也是睁着眼睛死的，就跟他假扮的那具尸体一样。白老头捂着自己的腹部，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。香梅死了，都死了，我终于报了仇了，这个宝藏是我的了。殷管家有些疯狂地叫着。秋儿大声地说：不，这个墓不能动，
我要遵守我爷爷的遗训，我要守在这里。你，我看由不得你了。殷管家的脸突然变得可怕，他拿着刀一步一步的靠近秋儿。秋儿一边退一边大骂道：你也是个杀人狂！杀人狂！谁在这么多宝藏面前都会变成杀人狂？当年就是他不杀我，我也会杀了他的。殷管家的笑更加阴险了，但突然他的脸出现了痛苦之色，几股火苗从他身上窜了起来。白老头正拿着灯笼站在他的身后，殷管家身上的衣服、脸上瞬间被烧成一团，他的嘴中发出阵阵的惨叫。白老头倒下了，他的身子还在动，他半张着嘴，似乎是想对秋儿说什么。秋儿实在是没想到白老头会救他，他走过去蹲下了身子，将耳朵凑到了白老头的嘴前。秋儿，上去吧，我不要再来这里了，这里马上就要塌了，我已经按下了墓室的机关。白老头告诉了秋儿，他本来可以不告诉他的。秋儿突然心中有些感动，毕竟他们生活了20多年。我欠你爹的，你娘的太多了。你走吧，记住，就待在义庄，不要去别处，不要跟死人待太久。墓室已经开始震动了，白老头使出最后一把力气，将秋儿推向了外面。秋儿站在院子中央，看着那间放棺材的屋子，现在它已经成为了废墟了，这一切都结束了。秋儿抬头望着天空，一缕阳光穿透云层，照出七彩的光芒。秋儿的脸上露出了温暖的笑容，这是他20多年来头一次笑，一切的烦恼都随着他的笑容一起消失了。白老头靠着木门，周围不断的有石块土屑落下来，墓室震动越来越大。殷管家那一刀并没有刺中他的要害，他还可以活，但是他选择了放弃，他宁愿死在这里。他望向那唯一的出口，回忆起了往事。20多年前，白老头那个时候还很年轻，他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钟生。他一直跟着钟伯，钟伯为人有些刻板，对钟生也很挑剔。叔侄之间的关系并不好，钟生甚至跟他的儿子关系也不好，但是却跟嫂子的关系很好，他永远也忘不了那双清秀的脸庞。秋儿很像他和嫂子之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产生了某种微妙的情感，甚至做出了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。他永远都记得那天早上，嫂子突然对他说她怀孕了。那时候的他似乎很兴奋，也很担心。秋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生出来的。他同时拥有了2个女儿，他很开心，但是他也知道他不能让别人知道。白老头就一直隐瞒这些。有一天，嫂子突然告诉他义庄有个天大的秘密，他要与他分享。嫂子不喜欢她那无趣的丈夫，他们合伙商量出了这个死人的骗局。白老头又找到了自己的妻子和殷管家，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，但是他保留了自己和嫂子的秘密。谁也不会想到，一切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出了状况。嫂子出于嫉妒，竟然联合自己的丈夫，将他的妻子给杀了。白老头当时的确是气红了眼，甚至半夜在殷管家不知道的情况下误杀了秋儿。秋儿在他满月没多久的时候就死了，他当时很后悔，后悔的不得了，但是一切都晚了。殷管家抱着香梅逃走，并带走了一把钥匙，而白老头早就在拿到那对铜钥匙的时候做了一对一模一样的。他自己打开墓室，
那些金银珠宝是他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。他在那站了足足有1个时辰才反应过来。他本来也想带走这些宝物，但是他却发现了另一件宝物，1颗1000年的还魂珠，还附有一份文字介绍，上面写明了这颗珠子放在已经死人的肚中，这个人就会重生，像活人一样，只是身子是冷的，脸色永远都是苍白的，而他的尸体也会跟着他一起长大，直到100岁。但是一定要少接触死人，因为死人的魂魄会破坏这颗还魂珠的力量，而让使用它的人永远不能超生。而且使用这颗珠子的人和自己的尸体不能分离太久，否则会永不超生的。钟生并不知道这刘一山本人为什么没有去用它，也许他不相信这个是真的，也许他的珠宝太多了，根本就忘记了这颗珠子。但是钟生看到的时候已经兴奋到极点了，他当时想到这个珠子给谁，给妻子、嫂子还是秋儿？最后他还是选择了秋儿，毕竟秋儿从来没有在这世上活过。白老头觉得亏欠他太多了，他要让秋儿幸福的活下去。为了秋儿，他决定留在义庄。秋儿现在终于长大了，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，而他的尸体永远都不会有人来破坏了。秋儿会完好无整的保存在这个墓室里，这将是永远的秘密，没有人会知道的。白老头知道秋儿一定会幸福的活下去，唯一的出口彻底的封上了，白老头也在这个时候闭上了眼睛。